回到 Simba 成长和财商频道。今年以来，由于美元的持续走强，亚洲的主要货币纷纷贬值，日元、韩元自然不必说，泰铢、令吉和印尼盾也不断的承压。但是有一个国家的货币却是例外，究竟是哪一种货币那么强势？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该货币的强势？对于我们的理财跟投资又有什么启发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。美元升值并不意外，一直以来美元跟其他货币相比都有其特殊性，是因为大部分国家都采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和储备的主要货币，使得美元的流通性极强。而从去年开始，美国强劲的就业、零售和通胀方面的数据，让分析师预测美国将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。这消息吸引了更多的资金纷纷流向美国，美元也进一步的走强。美元升值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在贬值。由于大部分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减速，再加上地缘冲突对这些国家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，因而亚洲的货币被美元重挫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2024年以来各国货币的涨跌幅，其中日元的跌幅最高，跌去了10.9%，紧接着是泰铢，然后是韩元。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亚洲国家的货币却是例外，那就是新加坡元。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？同样作为亚洲的发达国家，为什么新加坡发行的货币能够一直保持强势，而日元却在不停的贬值呢？也许有不少的朋友会说，近年来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很好，吸引了很多的外国资本来投资，而日本的经济疲软，但这只是表象，而并非真正的原因。以下我将新加坡元简称为新元。实际上，新元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强势，不仅强势，而且稳定。为什么货币的稳定性非常的重要？节目接下来内容中也会讲到，这里先按住不表。要了解新元强势的原因，我们需要从了解新元的历史开始。1965年，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，成立了独立的共和国。这时候，虽然新加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，但是还没有自己官方的货币。此时的新加坡还被保留在马来西亚和文莱的货币联盟中，使用的还是马来亚与英属婆罗洲元。不过，到了1967年，由于英镑发生了贬值，马来亚与英属婆罗洲元被废除，新加坡才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货币——新加坡元。最开始，新元与英镑挂钩，但是到了1972年，英镑自由浮动后，新元又盯住了美元。可是到了1973年，新元不得不再次放弃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，转向自由浮动。这是因为当时发生了第一次的石油危机，美元与黄金脱钩，导致了美元的大幅贬值。不过，自由浮动制的弊端很快就凸显出来了。在其后的几年内，新加坡遭受了非常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，导致经济萎缩，这也引发了货币当局对货币政策、汇率制度的反思。到了1981年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再次变更货币政策框架，将汇率政策由自由浮动变为爬行盯住政策带的制度，这是一种介于浮动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制度。爬行盯住政策带这句话比较的难懂，不过在听我分别解释完爬行、盯住和政策带这3个词之后，就不难理解了。新加坡是一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体，进出口占 GDP 比重常年高于300%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？要知道，世界的平均水平在60%左右，所以新加坡对汇率变动是极为敏感的。因此，金管局就采用了一种创新型的货币策略，将新元与按照贸易权重进行组合的一篮子货币挂钩，而不是紧盯着单一的货币。这一篮子货币的权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由贸易依存度决定，定期的修改，但是不会对外公布篮子的构成。这就是汇率政策的盯住部分。而新元相对篮子货币的汇率在一个未公开的政策带里波动，当汇率移动到政策带外时，金管局就会进行干预。而爬行就是指的政策带的阶段性修正，使其与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保持一致。一般的评估周期为6个月，但是如果发生了外围环境的重大变化，就会缩短到3个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了解了新元的历史和新加坡现行的汇率政策之后，再回到新元为什么这么强势这个问题上来，就比较容易找到答案了。如果喜欢今天内容，请点赞转发。我的频道主要分享的是理财投资的知识和个人成长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期的分享了。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。新元为什么能成为强势货币呢？首先，通过刚才讲到的新元的历史，我们知道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奉行的是爬行盯住政策带的汇率制度，金管局相当于新加坡的中央银行。这个制度确保了中央银行对新元汇率的有力监管。我在过去的节目中介绍过蒙代尔不可能三角。什么是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呢？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实现以下3个目标，即货币政策独立、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。各国通常只能选择其中的2个目标，而放弃另外一个。新加坡选择了什么？新加坡选择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，而牺牲了一定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。
相比之下，日本则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的自由流动，而放弃了对汇率的严格管理，汇率因此变得较为浮动。这也就能解释了为什么同样面对美元升值，日元下跌的厉害，而新元却一直较为稳定。新元为什么能成为强势货币的第二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新元的低通胀风险。金管局对外通过管理汇率来抑制通货膨胀，通过将新元升值，让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，从而抑制了它带来的通货膨胀。而对内，金管局储备的黄金、白银、外汇等资产足以支撑新元的价值。近年来，许多的海外投资者对新加坡都青睐有加，这是因为新加坡的资产，例如房地产，都非常的稳定，泡沫很少。相比之下，日元的泡沫虽然算不上很高，但是并非没有风险。日本央行的长期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政策虽然可以刺激经济，但是也带来了资产泡沫的风险，尤其是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。那新元为什么能成为强势货币的第三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的稳定性。正是因为新元的通胀风险低，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真实财富，其汇率政策又可以确保汇率本身的稳定，这样的稳定性对经济发展的稳定非常的重要，而经济发展的稳定又能反哺汇率本身的稳定，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。同时，这种稳定性也让更多的海外人士愿意将他们的财富转换为新加坡元，以保持财富的价值。好了，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以日元为代表的亚洲货币对美元的贬值引发了很多的关注，但是新加坡元却独树一帜。回顾新元的发展历史，它是怎样从紧盯英镑、美元一步步的成为自由浮动的货币，最后变为金管局严格管理下的爬行盯住政策带的汇率制度。正是因为这个制度确保了新元的汇率稳定，通胀风险低，从而成为亚洲最强势的货币之一，也确保了新加坡稳定的经济发展和富足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就是这样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